请彻底屏住你的呼吸，让肺部的起伏归于沉寂，让心跳的震动消失在感知的边缘。闭上双眼，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一片绝对的空空。但请记住，这并非你所熟悉的黑夜。忘掉你曾透过望远镜窥见的璀璨星空，因为在那里，连发光的基本逻辑都尚未被编写。忘掉你此刻感知到的时间流动，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刻度可以衡量1秒钟的长短。忘掉身为碳基生物的所有感官，我们正剥离肉体，向着一个不存在感官的禁区进发。我们即将跨越138亿年的光阴壁垒，前往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坐标，在历史中找不到记载的地方。那个地方精确地存在于逻辑的尽头，存在于人类理性思维试图触碰却又被腾回的边界。它是万物的子宫，也是存在的坟墓。在有这2个字诞生之前，它就是一切。欢迎来到大爆炸的前夜，这是一个被物理学家称为普朗克时期的神秘维度。这里没有光，并非因为黑暗笼罩，而是因为光子依然被囚禁在能量的深渊中，无法挣脱。这里没有空间，因为长宽高的定义还在上帝的草稿本上，尚未被推导成现实。你无法转身，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方向可以承载你的动作，一切皆是静止的总和。你无法等待，因为等待是时间的仆人，而在这里，时间仅仅是一个蜷缩的几何点。这是一片绝对的死寂，这种寂静厚重的如同实体，但在这窒息的死寂中，却孕育着一场足以撕裂虚无的雷霆。那是创造万物的火种。想象一个点，它比你指尖的一粒尘埃还要细小，甚至比一个质子的直径还要微不足道。它不具备体积，却具备质量；它不具备长度，却具备无限的可能性。它是数学意义上的虚无，是物理意义上的起点，是所有神话传说中太初的真相。这里汇聚了未来138亿年里所有的星辰大海，汇聚了所有恒星燃烧时的辉煌。这里也囚禁了每一场文明的兴衰，每一段被歌颂的爱情，以及每一颗在黑暗中闪烁的灵魂。所有的物理定律在此刻集体罢工，它们像是在绝对高温下融化的冰块，失去了形状。爱因斯坦那优美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在这里撞上了一堵名为无限大的墙壁。量子力学在这里跳起了最狂乱、最不可预测的舞蹈。概率成了唯一的统治者。这里没有因果规律，没有因为所以，只有无穷无尽的量子涨落与几率碰撞。这里是一座无形的宇宙监牢，将万物的质量与能量按在一种极致的令人不安的平衡中，一切都压缩在一个比原子核还小的梦境里，而这个梦已经做了不知多少个永恒。这是宇宙分娩前最后一场漫长的阵痛，每一丝能量都在这狭窄的容器内尖叫挣扎。这种压抑感比死亡的冰冷更加沉重，比最深邃的地心压力更加令人崩溃。但起点不在乎，它只是在那里，作为无与有之间唯一的脆弱的桥梁。它像是一颗沉睡的种子，内部却流淌着足以点亮整个宇宙的岩浆般的生命力。起点内部的温度高到连热这个词汇都显得苍白无力，那是一种摧毁逻辑的炽热。能量密度超越了人类任何语言的极限，它是极致的集中，也是极致的紧绷。空间在这里不是平坦的，它像是一块被揉烂的丝绸，扭曲成我们无法理解的多维形状。如果你能直视起点，你会看见未来的倒影，在那极小的缝隙中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宇宙的剧本已经写就，所有的常数，所有的比例都在这小小的起点内完成了校准。这是一场没有观众的彩排，
一次在虚无中进行的关于存在的最高级别密谋。所有的基本粒子都在等待一个信号，一个能够打破这永恒寂静，开启壮丽史诗的信号。万物皆为一体，没有你，也没有我，只有那一团混沌而纯粹的原初能量。这1秒钟的停滞，在我们的视角下是永恒，但在宇宙的尺度上，只是弹指一挥。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颤抖。这场伟大的、孤独的、壮丽的冒险即将从零开始。当我们追问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其实是在挑战人类语言的边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给出一个优雅的比喻，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思维陷阱。就像你站在地球的北极点，试图寻找更北的方向，那里除了归途，一无所有。当时间本身作为大爆炸的一件副产品尚未诞生之前，这个概念便失去了依托。但人类的本能无法接受这种彻底的空白。我们的灵魂渴望在虚无中寻找因果的足迹，于是我们试图用最先进的数学模型去填补这段空白，试图窥探上帝在掷骰子前的神情。有科学家推测，在那之前可能存在着一片量子引力的汪洋大海，充满了泡沫般的时空。或者我们的宇宙仅仅是另一个更高维度宇宙中一片偶然跌落的不起眼的褶皱。想象一下，时间在那个起点内部并非流动的长河，而是一个蜷缩、自洽且闭合的圆。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式的自我存在。在那里，过去与未来并非先后关系，而是像硬币的两面紧紧贴在一起。你可以在昨天的余晖中行走，也可以在明天的阴影下栖息，一切皆为当下。这种秩序虽然奇异，却是极其稳定的，像是一座由纯粹逻辑构筑的永恒不朽的迷宫。但这种稳定之下隐藏着一种毁灭性的张力。这是一张紧绷到极限、即将断裂的弓弦，每一根维度的纤维都在承受着不可思议的拉扯，每一刻能量都在冲击着边界的封闭。整个宇宙的所有潜能都被按下了暂停键，被困在一个永恒的、静止的现在。这种寂静并非安详，它更像是一场核爆前夕那种令人寒毛倒竖、空气凝固的死寂。起点内部是一场不为人知的疯狂的量子派对。虚粒子在虚无中不断涌现，它们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因果，它们只是在那里跳着极短暂、极狂暴的圆舞曲。它们成对出现，又在1/1000秒内互相湮灭，将借来的能量归还给那片虚无。每一对粒子的诞生与消亡，都是对无的一次挑衅，都是对有的一次试探。它们像是暗流涌动的海面下那些不断升腾又破裂的微小气泡，预示着风暴。这种震荡正在起点内部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升级，像是大地深处那种沉闷的、压抑的呻吟。物理学的常数在此刻尚未尘埃落定，光速、引力、电克，它们都在迷雾中寻找定义。宇宙正在这片混沌中反复实验自己的剧本，试图在无数种崩溃的可能性中寻找一线生机。如果引力的强度增加哪怕一点点，宇宙在诞生之初就会因为过重而迅速向内坍缩。如果引力的强度减弱那么一丝丝，所有的物质将会像沙灰一样散开，永远无法聚成星辰。所有的精确，所有的巧妙，所有的平衡，都在这场前夜的混乱中进行着最后的微调。命运的齿轮卡在一起，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等待着那推动一切的第一推力。起点在站立，虽然它没有实体，
但那种能量的起伏却足以惊动足有可能的未来。这是一场孤独的对抗，是虚无试图维持现状，与存在试图破土而出之间的对抗。宇宙渴望被看见，渴望被感知，渴望用138亿年的光阴去讲述一段波澜壮阔的故事。虽然在那一刻，连渴望这种情感本身都还不存在，但那种趋势却是不可阻挡的。就像深秋的果实终将坠落，就像冰封的江河终将消融。大爆炸是必然的解脱。起点的壁垒开始出现了细微的裂痕，那是量子能量开始向着不稳定的方向倾斜。原本完美的对称性正迎来它毁灭性的终点。每一秒的延迟都在积蓄着更恐怖的力量，让未来的喷涌变得更加势不可挡。你能感受到吗？那种超越所有频率，超越所有感官的，来自宇宙深处的共鸣。它在提醒我们，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是一场酝酿了永恒，只为绽放一瞬的奇迹。倒计时其实从未开始，却也从未停止。那是一个极度完美的时代，一种被物理学家称为大统一的至高境界。在那极短的瞬间，大自然所有的基本力量都像是亲兄弟一般交融在一起。强合力、弱合力、电磁力，它们没有分别，共同维持着起点内部绝对的和谐。这是一种极致的纯净，没有杂质，没有混乱，只有一种单一而强大的原始力量。然而，完美往往也意味着死亡般的静止，而宇宙的本质却是那不安分的跃动。起点内部的能量密度已经推向了逻辑的悬崖边缘，每一寸虚无都在承受万钧之重。如果我们把今天广袤无垠的银河系压缩成一粒微尘，那起点的压力还要强过100万倍。这种极致的高温已经足以将所有的物理规律融化，将所有的因果链条烧断。10的32次方度，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却是足以蒸发掉整个维度的毁灭力。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空间本身开始变得像沸腾的水面，冒出无数不可名状的气泡。它不再是我们平时感知到的那种平坦安定的背景，而是一个狂暴扭曲的战场。每一寸虚空都在自我撕裂，每一丝能量都在疯狂寻找逃离这座量子囚笼的出口。听，那是万物最初的脉搏，虽然微弱的几乎听不见，却带着破天荒的坚决，就像种子在黑暗的土丛下奋力顶开岩石，就像胎儿在狭窄的子宫里渴望第一缕呼吸。宇宙不再甘于维持那个缩微的点，它渴望扩张，渴望将自己的版图铺满未来的时空。但是魔的墙壁是如此坚实而寒冷，逻辑的枷锁重重地扣在每一粒原初能量上。起点在这种自我矛盾中经历着最剧烈的挣扎，它是无限大的能量，却被困在无限小的体积；它是永恒的静止，却内蕴着最狂野的动能；它是绝对的平衡，却孕育着最彻底的混乱。终于，这种完美的对称性出现了一丝极其细微、几乎不可察觉的裂痕，就像一面镶嵌在虚空中的完美无瑕的镜子，突然被一粒跨越时空的微尘击住。这粒微尘在物理学中被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自发对称性破缺。它是所有连锁反应的起点，是第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是打破僵局的最后一击。随着这丝裂痕的扩散，原本融为一体的原始力量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颤音，就像交响乐团在演奏高潮前那瞬间的跑调，预示着整个乐章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宇宙的命运轮盘在此刻开始疯狂旋转，指针在存在与虚无之间跳跃不停。这是一场最高赔率的豪赌，
筹码是未来100亿年星系、生命与文明的所有可能性。引力作为最孤独的力量，首先感觉到了这种变化的气息。他准备脱离大部队，他将成为未来宇宙的建筑师，负责在荒芜的虚空中搭建星系的框架，编织时间的网，而剩下的力量仍在苦苦支撑，试图维持那最后一点点关于完美的幻想。能量在起点中心汇聚成一个不可名状的热点，像是火药桶旁那一点点微弱的星火。空间感开始觉醒，他意识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舞台。物质的雏形在能量的海洋中若隐若现，像是在浓雾中闪烁的尚未成型的幽灵。起点的压力已经到达了临界值，那种张力让整个虚无维度都发出了无声的爆裂声。这一刻，所有的物理公式都化为了灰烬，只有一种原始的冲动在指引着方向。爆炸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宇宙向虚无发出的最后通牒。在这场伟大的决裂中，旧的秩序即将崩塌，而一个充满光与热的新世界即将诞生。想象那最后的1毫秒，世界是如此安静，所有的能量都在向内收缩，蓄势待发。然后在一种超越所有感官频率的震动中，这一刻，所有的物理公式都化为了灰烬，虚无被强行撑开，黑暗被第一道尚未成型的光束洞穿，逻辑的锁链在大火中熔断，宇宙睁开了它的第一只眼睛。突然之间，这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那种缓慢膨胀，而是一场彻底的疯狂的决堤。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空间本身像是被注入了无穷无尽的动力，向外疯狂推挤。这一刻被称为暴胀，它是宇宙史上最激烈、最不可思议的一次大规模扩张。在短短10的-35次方秒内，宇宙的尺寸经历了一种超越人类想象的几何级增长。如果你那时在场，你会发现四周的空间在以超越光速亿万倍的速度向远方遁去。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物质能快过光。但请记住，空间本身并不在这条禁令之内，它像是一块被上帝之手突然拉开的无边无际的绸缎，在瞬间覆盖了整个逻辑荒原。宇宙从一个比原子核还要微小的斑点，瞬间跳跃到了足以装下星系团的宏大规模。这种扩张的力量是如此强横，它强行抹平了早期宇宙中所有的不平坦与褶皱。正是因为这场暴胀，我们今天仰望星空时，才会看到宇宙在各个方向上都如此均匀。伴随着空间的狂飙突进，原本仅仅相拥的基本力量，终于在此刻彻底分道扬镳。引力像是一个独行的旅者，首先整理好行囊，走进了宏观世界的深处。他将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负责指挥星云的坍缩，引导恒星的巨变，主宰星系的旋转。紧随其后的是强合力，他选择留在了微观深处，去守护那微小却坚不可摧的原子核。宇宙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工，不同的力量各司其职，构建起现实世界的底层代码。随着空间的急剧拉升，原本那种足以烧毁一切的极致高温，开始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虽然这种所谓的冷却依然比今天太阳核心的温度还要高出几千亿倍，但对于那个疯狂的起点而言，宇宙最躁动、最混沌的少年时代已经渐渐远去。能量开始凝固，就像水蒸气冷却成水滴，纯粹的能量开始转化为实质的物质粒子。夸克，这些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元，开始在滚烫的宇宙浓汤中大口喘气。它们像是一群刚刚从严苛考验中解脱的孩子，在混乱而炽热的空间里盲目的追逐碰撞。电子在跳跃，中微子在穿梭，每一立方厘米的空间里都挤满了数以亿计的粒子。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宇宙狂欢，一场由物质与反物质共同演绎的生存游戏。它们频繁的相遇，又在瞬间湮灭回能量。光子在粒子丛林中艰难的穿行，此刻的宇宙依然是一片混沌的漆黑，并非因为没光，而是光被物质阻挡的寸步难行。宇宙就像一团浓缩了所有能量的厚重的化不开的发光云雾，孕育着未来的结构。在这场动荡中，微小的量子涨落被暴胀的力量无限放大，变成了横跨星系的密度涟漪。这些涟漪就是未来所有星系、星团以及超星系团最原始、最神圣的建筑蓝图。哪里的能量稍微密集一点点，未来那里就会孕育出璀璨的恒星与生机勃勃的行星。哪里的空间稍微稀疏一点点，未来那里就会演化成寂寥无声、横跨亿万光年的空洞。命运的草稿已经在此刻草草写就，虽然笔触凌乱，却已经定下了宇宙未来的基调。暴胀终于缓缓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平稳、更有节奏的扩张步调。宇宙开始进入了长达数十万年的暗黑时代。那是一段漫长而安静的结构化过程。物质在引力的微弱召唤下，开始像云雾一样缓慢聚集，告别了最初的狂乱。每一个原子核的形成，都是对混乱的一次胜利，都是对秩序的一次致敬。虽然现在还看不见星光，但宇宙的血液里已经流淌着关于生命、关于文明的原始代码。那些在起点时期就存在的微弱震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支撑整个宇宙架构的钢筋铁骨。我们能站在100亿年后回溯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场暴胀留下的最珍贵的灰烬。每一个你所熟知的物理定律，都是在那几微秒的狂奔中，被永远地烙印在时空的深处。宇宙的演化从此有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时光如梭，在宇宙的日历上，我们又走过了38万年那样漫长却又短暂的岁月。此刻的宇宙依然炽热，但那种足以撕碎一切原子的狂暴力量，已经在大扩张中渐渐平息。温度终于下降到了3000度左右，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值，是宇宙秩序的转折点。原本那些在空间里孤独游荡、横冲直撞的电子，终于放慢了脚步，开始被质子捕获。它们结合成了宇宙中最简单、最纯粹的元素——氢原子。这是一次伟大的物质大团结。就在原子形成的那个瞬间，一个困扰宇宙30多万年的枷锁，由于空间不再充斥着自由电子的阻碍，那些被囚禁已久的光子第一次获得了自由。它们像是被推开了闸门的洪水，又像是被释放的囚徒，开始以光速向着无尽的远方冲刺。这是宇宙的第一道光，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世之光。它宣告了黑暗时代的阶段性终结。这道光如此强烈，它带着诞生之初的灼热信息，穿越了整整138亿年的时空隧道。即便到了今天，这道光依然没有熄灭。它化作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是宇宙留给我们的一张婴儿时期的照片，记录了那个瞬间每一寸空间的温度与秘密。当你打开旧式电视机，看到那些跳跃的、杂乱无章的雪花点时，请保持一颗敬畏之心。那其中大约有1%的信号，就来自于这场100亿年前大爆炸留下的最古老的余温。我们现在回望这一切，会感到一种透彻灵魂的敬畏，因为这一切的起源是如此渺茫。如果在那个起点内部，能量的分布再稍微偏差一点点，宇宙或许会变成一片死寂的黑洞。如果在爆炸的过程中，扩张的速度慢了100万分之一，引力就会将出生的万物强行拉回原点。
如果在物质生成的阶段，反物质的数量再多那么一点点，所有的存在都会在湮灭中消失。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颗蓝色星球上讨论这些，本身就是几率长河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这种精准度，就像是在银河系的另一端射出一支箭，精准地击中了地球上一只苍蝇的翅膀，承载着138亿年的精密校准。你指尖流淌的血液，其中含有的铁元素，曾经是某颗恒星在剧烈爆炸中锻造的遗产。你眼眸中闪烁的光芒，其物理根源可以追溯到那个光子第一次获得自由的壮丽瞬间。我们不是宇宙的旁观者，我们是宇宙演化到极致后长出的那一双用来观察自己的眼睛。每一粒碳原子，每一丝神经冲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从无到有的宏大传奇。当你感到渺小时，请记住，你曾是那起点的一部分，你曾与千亿星系共同分享同一个起点。当你感到孤独时，请记住，你身体里的每一颗粒子都曾在那场原始的狂欢中与万物共舞。宇宙并非是为我们创造的舞台，但我们却是这个舞台上唯一能领悟剧本含义的演员。我们学会了测量恒星的距离，学会了破解原子的秘密，学会了回溯那最遥远的起源。这本身就是物质的一种觉醒，是起点在那场爆炸中埋下的最深刻、最动人的伏笔。宇宙不需要我们为它加冕，但因为有了我们的思考，这场慢着的扩张才有了存在的意义。我们从虚无中走来，带着火焰与冰霜的烙印，向着那不可知的、更加广袤的未来走去。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航行，每一秒钟，我们都在随着宇宙的膨胀去开拓新的疆域。起点已逝，但它留下的涟漪依然在时空的深处回荡，指引着我们探索更深层次的真相。历史不会终结，因为好奇心是我们体内最古老的引力，拉扯着我们去触碰未知的边界。每一次科学的突破，每一次哲学的沉思，都是对那个大爆炸前夜最深情的致敬。我们是星辰，我们是能量，我们是那场伟大爆发后在冷却的废墟上开出的智慧之花。请带着这份记忆继续生活，让你的生命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因为你就是宇宙试图通过138亿年光阴对虚无做出的最有力、最优美的回应。在这场无尽的旅途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部创世史诗的共同作者。直到今天，宇宙依然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速度向外扩张，带动着星系不断远离。那些遥远的星辰正在渐行渐远，它们发出的光芒在空间的拉伸下变得越来越红。也许在无数亿年后的未来，星空会变得一片漆黑，所有的星系都会消失在世界之外。到那时，宇宙将会变得冷寂而孤独，再次回归到某种形式的虚无与平静之中。但那又如何？至少在这个短暂而辉煌的窗口期，我们曾经存在过，我们曾经思考过，至少我们曾经透过迷雾，试图去定义那个没有之前的地方，去理解那一场伟大的开端。虽然人类的智慧在宇宙的尺度面前微如尘埃，但尘埃却在试图构建出一整套宇宙的模型。这或许就是宇宙赋予我们灵魂的真正动机。它需要一个见证者来证明这场繁华并非幻影，它需要一双充满热力的眼睛，去仰望它那无与伦比的壮美，去感悟它那冷酷却优美的逻辑。所以，下次当你独自一人走在星空下，感到世界是如此巨大而冷漠时，请换一个角度，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卑微的过客，
要把自己看作是宇宙延伸出的一条触角。你的每一次欢笑，每一次哭泣，每一次对未知的探索，是宇宙在感知它自己的存在。请记住那个大爆炸之前的起点，那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乡，那是万物真正平等的终极形态。在那里，没有高低贵贱，没有时间隔阂，只有一种纯粹到极点的共生的可能性。你从不曾真正孤单，因为你与这千亿星辰、万千星系都曾在同一个原子中依偎取暖。感谢那场伟大的爆炸，它撕裂了永恒的寂静，给予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相遇的宝贵机会。关于宇宙的故事，在每一毫秒的现实中不断续写着新章。愿你在繁星的指引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平静，找到与这个宏大世界相处的优雅姿势。下一期，我们将跨越时间的洪流，去聊聊恒星是如何在死亡的余晖中种下生命的种子。祝你在这场名为存在的梦境中晚安，亲爱的起点女人。我是费米盲区，我们下期再见。